今晚全场消费由我李公子买单。多谢本王殿下。王爷，咱们已经在这儿听了3天3夜的曲儿了，您不怕陛下责罚？怕啥？我上面有8个哥哥盯着龙椅，下面还有7个弟弟如狼似虎。我若是不演的废柴点儿，能活到大结局？可是殿下，您这演技是不是太浮夸了？现在全京城都传您是古往今来第一败家子，除了花天酒地一无是处。你懂什么？这叫生存哲学。我上辈子在工位上熬成了干尸，这辈子好不容易投胎成了顶级富二代，难道还要去争那份苦差事？那是人干的吗？我的终极目标就是靠着皇家的俸禄，在这个时代混吃等死，听一辈子小曲儿。谁要是逼我上班，我就跟他玩命。可是王爷，您的银子快花光了。慌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父皇不对本王抱有期望，本王的退休生活就能无限期延长。哪个不长眼的敢砸本王的场子？给本王扔出去喂狗！哎呦，我的祖宗哎！殿下，您可别折煞老奴了。老王啊，你不在父皇身边侍奉，跑到这烟花柳巷作甚？难不成父皇也想来听曲儿？殿下慎言。九皇子李凡接旨。儿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九皇子李凡年已弱冠，尚未婚配。今有护国公苏振之嫡女苏婉，温良淑德，品貌出众，朕心甚慰，特将苏婉赐婚于九皇子李凡，择日完婚，钦此。你再说一遍，父皇要把谁赐给我？护国公嫡女苏婉大小姐。苏婉，老王，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全京城谁不知道那就是个披着人皮的女霸王？听说她整天泡在男装妇，长得5大3粗，胳膊能跑马。更过分的是，说是她嘴角长了颗铜钱大的阴痣，上面还带着毛。殿下，属下还听说苏小姐力大无穷，曾为了抢夺花魁，在街上倒拔梁树，把尚书家的小公子揍得3个月没能下地。听听，你听听，父皇这哪里是赐婚，这分明是赐我死罪。我虽然混，但我也是个有品位的纨绔。让我对着一个长毛吃蒜的母夜叉，我宁可去护城河里喂王八。殿下，圣意难测啊。不过皇上说了，您若实在不愿，3个月内筹30万两白银，圣旨便可作废。否则，就算绑也得把您绑进洞房。30万两，殿下，这就是把咱们府卖了也凑不齐啊！皇上这是铁了心要成全这段良缘。好，很好。老王，回去转告父皇，30万两，本王一分不少的给他凑齐，让他把那道圣旨留着擦屁股去吧。本王绝不娶那个母夜叉。殿下，您疯了！3个月30万两，您去抢劫啊！太小看我了，我脑子里装的5000年商业智慧，足够让这些人明白什么叫沉淀。备车，回府换身行头。本王要去做点小生意。殿下，您要亲自经商，要是被……所以我才要微服私访。从现在起，别叫我殿下。本王现在是莫得感情的搞钱机器，李公子。王掌柜，明人不说暗话，这楼地段是不错，可荒废半年了，还传闻闹过邪祟，死过人，风水极差。苏公子，话不能乱说，这就是个普通的楼，8000两，诚心要您就拿走。8000两，你这梁状木料受潮，底部都有裂缝，这朝向正对死胡同，属于穿心煞，再加上消防设施为零，这就是个随时会塌的大坟墓。现金流懂吗？这种烂楼盘下来，回本周期长的能让你把底裤亏掉。3000两，多一个铜板，你留着自己玩。3000两，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不卖就算了，小桃，走。慢着，7000两，我要了。放屁！兄台，懂不懂先来后到？这楼本公子正谈着呢。谈妥了？付定金了吗？商场如战场，你这叫恶性竞争。规矩，商场上唯一的规矩就是价高者得。7500两，8000两，9000两。你脑干缺失吧？这破烂货值吗？我乐意，出不起价就滚。1万两。王掌柜，卖给他，祝这位冤大头好运
你什么意思？没什么，刚才听这位公子分析的挺对，这楼地基塌陷，木材劣质，虫蛀严重，花1万两买个定时炸弹，不是冤大头是什么？我那是试探你们呢。你这种危房，白给我都不要，我要去报官。2500两，本公子有修缮的秘法，这楼我要了。3000两，3500两，4000两。你懂什么是私域流量吗？懂什么叫沉浸式消费体验吗？这小子竟也是穿越者，连引流都不懂，你买这楼养耗子？兄台，这楼太烫手，咱们合伙吧。你出资当大股东，我出点子当大掌柜，赚了钱咱们再分账，如何？我凭什么信你？就凭刚才你骂我是冤大头，我没让人砍你。正好需要一个白手套在明面上敛财，填补军饷窟窿。哼，分账。亲兄弟明算账。哼，好，合作愉快。等利用你赚够了30万两，退了那门该死的婚，我就把你吊起来打。等老娘卷够了钱，退了那个神经病王爷的婚，立刻卷款跑路。去你的分账！李兄，这楼咱们算是拿下了。亲兄弟明算账，合伙的规矩得先立下。说，爽快！这4000两买楼的钱是你出的，算你全资入股。但我出的是什么？是全套的商业运营企划，所以利润必须55开。你负责出钱和镇场子，我负责经营和点子，怎么样？公道吧？哼，55开，苏老弟，你这算盘打的，我在城外30里的乱葬岗都听见了。我出了真金白银，承担了全部的资金风险，你上下嘴唇一呸，就想分走我1半的利润，你当我是开善堂的，还是当我是智障？李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以为你买的是一栋破木楼？错，你买的是我苏某人超越时代的商业蓝图。没有我的点子，你那4000两扔进那烂尾楼里，连个响都听不见。信不信由你。我的计划能让那栋烂楼变成整个大楚最大的销金窟。哦，那我倒是洗耳恭听。你的蓝图到底有多超越时代？如果你的点子不能让我这个智障开眼，这栋楼我自己留着咬狗，你半个同伴也别想捞到。哼，睁大眼睛看好了，这叫盛世百货与神进式剧院综合体。第一层，我要做颜值经济，不卖那些柴米油盐的破烂，只卖京城最顶级的胭脂水粉、护肤秘方。女人为了变美能有多疯狂，你根本想象不到。只要包装够精美，哪怕里面装的是泥巴，他们也会抢破头。京城卖脂粉的老字号没有100也有80，你凭什么抢客？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二层，做高端定制成衣，而且不是挂在那里卖。我要在2楼大厅建一个 T 台，找京城身段最好的姑娘穿上我们的衣服，配上灯光和音乐走秀，这叫视觉营销。哪家千金小姐看了不想拥有同款？有些意思，但还不够。别急，还有绝杀。第3层，我要搞沉浸式剧院，不唱那些老掉牙的戏曲，演最狗血的豪门宅斗，最刺激的才子美女，最爽的废柴逆袭。最关键的是，台上角儿们穿的衣服、用的胭脂戴的首饰，全都是1楼、2楼卖的货。看戏的观众只要上头了，下楼就能直接只买同款，这叫流量变现加私域闭环。就这可是跨时代的商业模式，你懂不懂什么叫 O2O？ 你懂不懂什么叫闭环？你的模式很花哨，但你忽略了商业竞争中最残酷的核心。什么核心？壁垒，或者说绝对的垄断。你的视觉营销和流量变现听起来很美，但门槛太低。只要你火了，不出半个月，京城东街、西街、南街会冒出无数个模仿者，他们可以挖你的戏子，学你的走秀，甚至用更劣质的材料打价格战，把你的利润空间无限压缩。到那个时候，你拿什么跟他们拼？在真正的资本面前，你的这些小聪明就像是纸糊的城墙。我要做的是供应链管控。什么供应链管控？你要卖胭脂，可以在开业之前，我会派人买断京城周边所有种植玫瑰、茉莉等香料花田的3年产量。你要卖高端成衣，没问题，我会用重金签下江南最好的3大丝绸作坊，让他们只给我们供货，并且我会把京城排名前处10的顶级绣娘，用极高的底薪加分红的模式，全部签下长期的排他性死契。我要让整个京城的同行买不到1朵好花，进不到1匹好布，
甚至找不到一个能绣出复杂图样的绣娘。当市面上只有我们一家能提供顶级商品时，我们就掌握了绝对的定价权。一件成本50文的衣服，你可以卖5两银子，那叫做生意。但我可以通过心理战给这件衣服赋予身份象征的标签，然后卖500两、5000两，并且让那些达官贵人觉得买不到这件衣服，他们就不配在这个圈子里混。这就叫财阀。疯子！大哥，不，亲哥，财神爷，以后你就是我亲哥。55分账，不，你7我3，不，你8我2都行。只要带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成交。现在去看看我们的场地，解决一下那些不入流的麻烦。正主来了，两位老板面生得很呐，买下这栋楼也不去跟我们黑虎帮打个招呼。李兄，这是收保护费的地痞流氓，看这架势不好惹啊。要不咱们先花钱消灾，等以后生意做大了再……花钱？喂，小白脸儿，嘀咕什么呢？这东街是我们黑虎帮的地盘，这栋楼邪气重，要想平平安安的做生意，马上拿2000两，否则老子保证你们这楼明天就被人放火烧个干净。2000两，你怎么不去抢？李兄，怎么办？暗影。你们敢动我们黑虎帮的人，小心上面！大家饶命，爷爷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我操，李兄，你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真气外放？你这武功跟谁学的？我操，让大哥，你以后就是我亲爹，有你在，这京城咱们绝对能横着走啊！松手，不然本公子连你一起打。把这些垃圾清出去，别脏了我的地盘。好嘞，我这就去。不对，我说了，我要的是全楼的中央空调系统。这里1楼下面要挖一个巨大的地下冰窖，然后利用管道把冷气输送到2楼和3楼的每一个包厢。冬天的时候，这里要改成地暖，冷空气下沉，热空气上升。我要你们在墙壁夹层里设计出一套极其精密的通风管道，利用伯纳利原理和烟囱效应，实现全楼的自然气体循环。苏老板，您说的这些什么伯纳利，什么热对流，小老儿实在听不懂啊！而且要在承柱墙里掏空做这么精密的管道，普通砖瓦根本承受不住啊！除非能用城西皇家杨窑特供的耐火含香砖，再配上朝廷铁厂打制的金刚无缝管链。可是那都是专供皇宫和军部的战略物资，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拿着钱也买不到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要是做不出这套系统，我的沉浸式体验就要大打折扣了。不就是点砖头和铁管吗？多大点事儿？李兄，你不知道，那些材料是被朝廷严格管制的，是造兵器和修宫殿用的。咱们这种商家……安营，在，拿着这块牌子，去一趟城西的皇家官窑和兵部的天宫铁厂，告诉这2个厂子的管事，从现在起，他们所有的火炉和生产线全部被本公子征用了。3天之内，按照苏老板图纸上的规格，把所有的管道和特种砖石给我打制出来，运到这里。少一件或者误了时辰，让他们提头来见。遵命。李兄，你老实告诉我，你该不会是哪个王爷的私生子吧？你这牌子也太吓人了。你想多了，这牌子是我一个亲戚的。什么亲戚这么牛？哦，就是那个号称京城第1纨绔，除了吃喝嫖赌什么都不会的樊王。那家伙前几天在赌坊输红了眼，找我借了10万两银子，他没钱还，就把这块令牌抵押给我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懂吗？樊王就是那个传闻中被皇帝强行赐婚要娶那个丑八怪苏婉的九皇子。我早就听说那家伙是个极品脑残，没想到居然废柴到这种地步。堂堂王爷居然穷到拿皇家的牌子去抵押借钱，活该他被逼着娶那个吃蒜长毛的母卧叉，绝配，简直是绝配。是啊，绝配。李兄，你放心，有了这些特工材料，我保证把这套热力学循环系统做得完美无缺。
到时候咱们的盛世百货绝对是整个大楚最高端的地方。那藩王要是知道了，估计得眼红死。干，痛快！明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用不了3个月，我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是啊，只要赚够了30万两，我就能彻底买回我的自由身。李兄，你这么拼命搞钱，也是为了退婚？怎么，你家里也给你安排了一个极品？哼，极品，那简直是个灾难！我家那个死老头非要逼我娶一个全京城最声名狼藉的女人，你知道那个女人有多离谱吗？有多离谱？听说她长得像个肉山，一顿饭能吃下半头猪。这还不算，她性格极其暴躁，稍微不如意就抡起胳膊打人。最让人恶心的是，她品味极其低下，不仅喜欢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嘴角还长着一颗带毛的阴痣，而且她每天晚上睡觉前居然要生吃2头大蒜，你能想象吗？2头大蒜，我要是娶了她，以后洞房的时候，我是不是得先戴个防毒面具？这特么戴面具的混蛋，居然背地里把她形容得这么恶心，那确实挺惨的。不过李兄，市井传言多有夸大，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人家其实是个倾国倾城、智商超群的绝世美女呢。绝世美女，她要是绝世美女，我李凡的名字倒过来写。那种像猪一样粗俗的女人，就算脱光了站在我面前，我都会觉得辣眼睛。我就是出家当和尚，也绝不碰她一根手指头。哎，李兄，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实不相瞒，小弟我拼命搞钱，也是为了退掉一门狗屎一样的婚事。哦，你未婚妻怎么了？我那个未婚妻啊，简直就是个人渣中的极品，废物中的战斗机。她行事放纵自私，只顾自身一时快活，全无分寸与责任心。谁要是娶了她，谁就是倒了8辈子血霉。你未婚妻也这么不堪？何止不堪，简直就是人类进化的败补！我早就发誓了，等我赚够了钱，我就拿着钱去砸他的脸，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小爷，我终于不用看你的脸色了。李兄，你说我干的对不对？对，你骂得很对。来，干杯！祝你早日踹了那个只会使唤人的千金大小姐。干！也祝李兄早日甩了那头吃蒜长毛的母猪。明天开战。明天让全京城开开眼界。别急了，本夫人可是户部尚书的内人，让我先过去。户部尚书算什么？我家老爷可是当朝1品大员，小心我让把你扔进护城河。听说今天盛世百货有免费试用，这免费2字在京城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啊！李兄，疯了，全疯了！外面排队的人快把门槛给踩断了。咱们这饥饿营销的前期宣传，简直是核弹级的爆炸效果。淡定，这不过是现代商业中最基础的预热期情绪撩拨。京城的贵妇们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娱乐极度匮乏。你只要告诉他们，这里有全天下独一份的美丽，并且只有少数人能拥有，他们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扑过来。大哥，论拿捏人性，你真是祖师爷级别的。不过，咱们1楼的胭脂水粉，真要白送给他们试用，那可是真金白银啊！我心疼啊！眼皮子浅，这叫沉没成本陷阱与体验式营销，不用白不用，用了就回不去。只要他们把咱们那儿加了现代提纯精油的护肤霜抹在脸上，闻到了那种降维打击的香味，你就算赶他们走，他们也会哭着喊着把银票砸在你的脸上。时辰到了，开门放客。好嘞，吉时已到，盛世百货开门迎客。天哪，好凉快！这是仙境吗？这香味太好闻了，感觉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别挤，我的撑掉了。
欢迎光临盛世百货，各位夫人小姐，请移步免费体验区。你这什么神仙玉女霜，真有传闻中那么神？还免费试用，莫不是拿劣质水粉糊弄人吧？夫人说笑了，这神仙玉女霜乃是提取了99朵天山雪莲和极品珍珠粉，经过749道工序秘制而成，您只需试一下便知。这怎么可能？天哪！王夫人的手背那块皮肤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白嫩透亮，而且一点都不油腻，你看那光泽，简直就像是刚剥壳的鸡蛋。这香味儿不是那种俗气的脂粉味儿，是那种若有若无的体香，太勾人了。买！我要买！给我来20罐！抱歉，王夫人，我们盛世百货的规矩，神仙玉女霜因为产量极低，乃是限量绝版，普通客人每人限购1罐，售价100两白银。100两？太贵了，那我不买了。买卖自由，绝不强求。下一位夫人请试用。谁说嫌贵了？老娘有的是钱，但我想要5罐怎么办？我可是尚书夫人。这就涉及到我们百货楼的第2条规矩了。这是盛世百货的至尊 VIP 金卡，全京城仅发行50张。拥有此卡者，不仅可以享受2楼高级成衣的优先购买权，还可以无限量购买1楼的所有限量品，并且您每次踏入百货楼，都会有专属的导购为您提裙、端茶倒水。这金卡怎么卖？金卡不卖，只需在百货楼一次性充值1000两白银，便可获赠此卡。充值的银两，您可以在楼内任意消费。简单来说，这是身份的象征，只有真正的顶级贵族才配拥有这张卡。1000两算什么？给我办一张，不就是钱吗？我也要，皇上你别跟我抢，我才是京城第一贵妇。我出2000两，这第1张金卡必须是我的。我出3000两。疯了，全特都疯了！这帮女人脑子里装的是水吗？1000两买张破铜烂铁的卡？你错了，他们买的不是卡，而是我比你高贵的阶级优越感。在封建礼教的压抑下，女人的攀比心一旦被合法的释放出来，其破坏力甚至超过战场上的千军万马。1楼的韭菜割得差不多了，通知下去，开启2楼的视觉盛宴。我要让他们把冲进金卡里的钱，今天就全给我吐出来。好嘞，2楼的高端成衣走秀马上开始。这也太美了吧！那件月华纱的裙子穿在身上简直像个仙女。那个收腰的设计，如果我穿上，我家那个死狗老爷还能去小妾房里，他眼珠子都得掉下来。诸位贵客，今日走秀的12套高定成衣，每一套都是孤品，整个大楚仅此一件。采用暗拍模式，底价300两，价高者得。现在竞拍开始，我出500两，穷鬼滚开！我出800两，1000两，谁敢跟我抢？我让我爹参他一本。
通知3楼准备收网，压轴的沉浸式剧院该上了。我要让他们的情绪在今天达到最高潮。李兄，你放心，3楼的戏可是我亲自操刀编剧的，保证让这帮女人哭得稀里哗啦，然后疯狂给台上的角儿打赏。我给这出戏起名叫《霸道王爷爱上我》。霸道王爷？你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去看了就知道。走走走，咱们去3楼。开始了，开始了！女人，你成功的引起了本王的注意。这演的是个智障吗？嘘，别吵，高潮要来了！你这个暴君，你就算得到了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本王不在乎你的心，本王只想要你的人。女人，感受本王这炙热的爱意吧！本王乃是当朝九皇子樊王，只要你从了本王，本王为你承包全京城的鱼塘。李兄，你怎么了？是不是空调太冷了？神特么为你承包全京城的鱼塘，本王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脑干缺失的台词？你这演的是什么东西？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撼？我跟你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打听过了，那个九皇子樊王就是个毫无底线的极品垃圾。听说他最爱吃大蒜，品味极差。我特意叮嘱演员要把他演得越油腻越弱智越好。你看，这就叫反差萌和痛点营销。女人嘴上骂着渣男，心里却渴望被这种霸道的权力所征服。等会儿女主要被男主虐的时候，我安排了打赏环节，只要观众砸钱就能改变剧情，让女主反虐男主，这就叫互动式氪金。主子，属下这就去把台下那个戏子剁成肉酱，然后再把这个姓苏的小子舌头割下来喂狗，绝不能让王爷的威名受此等侮辱。杀还是不杀？杀只需1秒钟就能洗刷这屈辱，但自己苦心经营的马家就会瞬间暴露，筹集30万两退婚的计划将彻底泡汤，最终不得不娶那个力拔垂杨六吃蒜长黑毛的母夜叉。不杀就要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全京城的贵妇当成智障一样嘲笑。女人，这是你逼本王的！不要啊！放开那个女孩！我出手！
所，抽那个死变态梵王一个大嘴巴子！我出50两买女主踩爆他！我出100两把这个吃蒜的人渣给我吊起来打！退下！可是王爷，这为了30万两退婚费，为了不娶那个母夜叉，本王忍了。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两位东家，算出来了，算出来了！多少？回东家，抛去人工、物料以及前期买断供应链的成本，咱们盛世百货今日开业第1天，净利润38000两白银。1天就赚了38000两，这哪里是做生意，这简直就是抢国库啊！按照这个速度，只需要不到10天，30万两的退婚费就能凑齐了。父皇，你等着，那个吃大蒜的母夜叉，本王死也不会娶的。李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实力。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能称霸京城商界了。不错，你勉强证明了你的价值。东家，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回事？谁把你打成这样的？黑虎帮又来找死了？不是地痞流氓，是京城商会。京城商会？怎么看我们赚钱眼红了？何止是眼红啊！今天咱们百货楼的火爆，直接让东街、西街上100家胭脂铺、绸缎庄和茶楼颗粒无收。京城商会的前会长大发雷霆，说我们是不守规矩的外来户，断了大家的财路。商场如战场，各凭本事。他想怎样？前会长下达了封杀令，他联合了京城所有的冰窖和炭行，直接掐断了我们盛世百货的冰块和木炭供应。你说什么？断了冰块？东家呀，明天可是大暑啊！钦天监预测明天的气温将达到今夏最高。如果没有冰块降温，咱们百货楼为了隔音和保密，窗户都封得死死的，产生闷光效应。明天一开门，里面就会变成一个能把人活活烤熟的大蒸笼啊！一旦没有冷气，不仅客人会被热得中暑，咱们1楼那些昂贵的胭脂水粉遇到高温就会全部融化变质，2楼的高定成衣也会被汗水浸湿，3楼的密闭剧场更是会出人命的。完了，钱会长这是釜底抽薪，要一波把我们直接干死啊！李兄，怎么办？你的那个神仙亲戚令牌能不能去皇宫的冰窖里调兵啊？皇家的冰库是供应后宫嫔妃和圣上的，谁敢动用皇家冰库去盗卖做生意，那就是死罪。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心血毁于一旦，去给那个钱会长下跪求饶？断我供应链，用这种低级的手段逼我就范。苏老弟，你刚才说明天是大暑，气温极高，对吧？是啊。很好，既然京城商会想玩，那本公子就陪他们玩把大的。暗营，属下在。拿着银票
今夜把京城所有没人要的硝石全给我买回来，1两都不许给别人留。明天，本公子不仅要让盛世百货寒气逼人，我还要让京城商会那帮老不死的，把他们手里的冰库全特么给我低价砸烂在手里。会长，您看，盛世百货今天连大门都没敢完全敞开，肯定是里面热成蒸笼了。哼，2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毛头小子，仗着有点新鲜玩意儿，就敢来京城商界抢食。老夫今天就教教他们什么叫规矩。走，进去收拾。李兄，你到底在等什么啊？外面排队的客人都快热中暑了，你昨晚买了一大堆没人要的破石头，到底有什么用？难不成你还能点石成冰？苏老弟，亏你还自诩商业奇才，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不要用你那匮乏的认知去挑战本公子掌握的真理。哟，2位东家，大数天的连块冰都没有，莫非买冰的钱都周转不开啦？钱会长，大清早的来我这儿，就是为了展示你那令人作呕的优越感。狂妄！姓李的，明人不说暗话，交出80%股份，老夫立刻供兵。哼，否则太阳一升，胭脂水粉全化成泥水，你们就等着关门大吉，蹲大牢吧。80%？你个老乌龟怎么不去抢？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安营，开闸。那是硝石！你疯了！那是炼丹和做火器用的有毒之物，你倒进水里干什么？愚昧无知。硝酸钾，也就是硝石，溶解于水时会发生极其强烈的吸热反应。这是一场微观世界里的能量置换。如果是普通人，只会把硝石倒进盆里制点碎冰，但我不会。看到那些中东的钢铁管道了吗？我利用鼓风机将空气压入管道，进行高效的热交换。随后，这些被彻底冷却的空气会利用伯年力原理喷射到大楼的每一个角落。手搓古代版中央空调，这特妈是个物理学学霸吧？不可能！硝石造价高赔，你用来制冰根本是得不偿失。硝石溶水虽能制冰，暴晒后水分蒸发，硝石便可弃除循环复用。我的制冰成本近乎为0，只要有阳光，冰块便源源不断。0成本，无限循环。不仅是冰，把我们的燃料拿上来。这是煤渣。李老板，你不会打算冬天用这玩意儿取暖吧？最重要的是，这些煤渣是我昨天派人去矿山收的1文钱1车的工业垃圾，甚至有的矿主为了处理这些占地方的垃圾，还倒贴钱给我。钱会长，你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你敢对我动手，我便直接掀翻你的所有布局。小苏，备好10张桌，将地下室所有纯净硝石冰全部搬出。大哥，冰搬出去卖多少钱？50文还是100文？卖。挂招牌，极品纯净冰，1文钱10斤，不限量供应。1文钱10斤，大哥你疯了！你这是白送啊！对，我就是要白送。我不指望靠它赚钱，我要用这0成本的冰，把商会的冰库彻底打成烂泥，让这老狗倾家荡产。给我来100斤，1文10斤，活菩萨呀！田老贼昨天卖我150文1斤，黑心肠！退钱，去商会退钱！钱会长，听说你借了钱庄高利贷来囤兵，现在兵卖不出去，钱庄的人已经在你府上抄家了吧？李老板，李祖宗，李爷爷，我错了，我瞎了狗眼，求求你高抬贵手，给我留条活路吧！活路可以给，签了他，所有资产划价1万两，转让。1万两，那些资产至少20万两啊！不签，半个时辰后，钱庄就会把你剁碎了喂狗。选吧。很好，
到底是谁？你这块玉佩，难道你就是皇室中人？皇室中人，苏老弟，你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那这吴楚君龙是怎么回事？我早跟你说过，樊王就是个嗜赌成性的纨绔烂人。他赌到红眼，不仅抵押了兵工厂令牌，连御赐身份玉佩都拿来换赌资。什么？我一时贪念玉料品相，糊涂之下就收下了。谁料他转头就输光所有钱财，这烫手的玉佩烂在我手里，着实棘手。此等败类，简直丢尽皇室颜面！我操，李兄，那个樊王是个什么绝世脑残啊！这特么被皇帝知道了，不得扒了他的皮呀！是啊，他就是个无药可救的废物。不行了，我要笑死了！李兄，你也真够倒霉的，遇到这么个无赖皇子。传闻中被赐婚的苏婉真可怜，嫁给这种赌鬼只能去讨饭了。你肆意偏袒他人，胡乱指责，简直愚昧可笑，真是无可救药。等我凑够银两，顺利退婚，第一个就好好收拾你。行了，别笑了。商会的资产已经拿下，接下来的几天，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30万两现银。没问题，有了钱百万的产业，我们就是京城最大的托克斯。这个死矮子，总有一天本王要撕烂他的嘴。王爷，宫里来人了，大内总管王公公带着圣旨来了。大晚上的，父皇又抽什么风？哎呦，樊王殿下，老奴给您道喜了。喜从何来？本王现在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圣旨。特令樊王李范与护国公之女苏婉明日前往为西山皇家猎场围猎，先培养培养感情。父皇这是想让我死吗？殿下慎言，这可是增进感情的大好机会啊！苏小姐虽然传闻有些独特，但毕竟是将门虎女嘛。很好，真是好得很。安营，去兵器库取出我北境之战的黑玄重甲，再将那80斤青龙大砍刀速速磨锋利，最后寻一枚最狰狞可怖的恶鬼面具来。让我去西山跟那个家暴男相亲，他做梦！不行，绝对不能让他看上我。要是让他顺水推舟结了婚，我就算赚了100万两也没命花了。小桃，小姐怎么了？去厨房给我拿半斤面粉，2两锅底灰，再给我找一颗带张毛的死苍蝇。还有，明天别准备早饭，去买3头紫皮大蒜，要生的。明天老娘就化个如花妆，再用大蒜熏死他，看他还敢不敢娶我。今日西山猎场全面封锁，闲人免进。王爷，您这身行头，去灭人满门都嫌太招摇了。咱们今天是去相亲，不是去屠村啊！您拖着这么大一把砍刀，万一等会儿把护国公府的千金吓出个好歹来，陛下怪罪下来。你懂什么？这叫心理威慑战略。传统的退婚套路太低级、太落后，必须从视觉感官上彻底摧毁他的心理防线。他只要敢嫁，明天这把刀就会落在他脖子上。王爷英明，可是万一苏小姐不怕呢？不怕？没有人能在本王面前保持镇定。等会儿他只要一露面，本王就当着他的面把那座石狮子给劈成2半，保证他吓得当场尿裤子，哭着喊着回去求皇上退婚。弟媳，护驾有刺客啊！瞎了你们的狗眼，是本王。参见樊王殿下，属下该死。起来吧。护国公府的人来了没有？回王爷，苏小姐的马车刚刚在半炷香前已经到了，正在猎场里面的观景亭等候您呢。哦，居然比本王还早，很好。本王这就去会会这位大楚第1女纨绔。
可是京城第一美人啊，以后还怎么嫁人啊？嫁人？嫁给那个死变态吗？老娘今天就是豁出去这身皮，也要让他产生终生心理阴影。听说那个樊王是个家暴狂，万一他今天相亲的时候一言不合要动手怎么办？我一个弱女子打得过他吗？所以我必须用魔法打败魔法。这才哪儿到哪儿。今天我不仅要在视觉上攻击他，我要让他知道，想娶我苏婉，得先做好防毒准备。我操，什么情况？相亲来个杀人狂，要直接物理撬渡我？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粗俗不堪、一顿吃30碗米饭的苏婉。想玩心理战？老娘看过的恐怖片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哎呦喂，死鬼，你终于来你站在那里别动，再过来本王砍了你！哎呦，王爷，您怎么拿这么大一把刀呀？是想给人家削苹果吗？来，相公，亲亲。相公，你怎么哭了？是不是看到人家太激动了？来嘛，让奴家好好疼爱你。相公，呼。想见过你吗？你别过来，本王不想了，不想了！哎，相公，刀，你的大砍刀不要啦！滚，离本王远点儿！赢了，跟我斗！老娘的生化大招就是神仙来了也得跪！水，小桃，快给我水！辣死老娘了！3个时辰，整整3个时辰。苏老弟，李兄，你怎么了？嘴唇怎么肿成香肠了？别提了，李兄，今天我算是彻底开了眼了。来，陪兄弟喝一杯。巧了，为兄今天也刚刚从地狱里走了一遭，干！李兄，你不知道，我今天和未婚妻相亲了，你猜怎么着？那个烂赌鬼，他他妈根本不是人！他怎么了？他简直是个变态杀人狂！他居然穿了一身黑漆漆的破烂盔甲，最离谱的是，他居然拖着大砍刀来相亲，一边走还一边怪叫。这他妈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算什么？苏老弟，你体会过真正的生化制裁吗？生化制裁？什么意思？我今天也被逼着去见那个母耶茶未婚妻了。她不仅丑，最绝的还是她一开口，那味道，哦，简直就像是放了3天的臭鸡蛋发酵的味道。我堂堂7尺男儿，直接被她熏得连刀都不要了，落荒而逃。李兄，你说的对，咱们太惨了，我们绝对不能屈服。没错，绝不屈服。来，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早日退掉那2个极品变态的婚约，干！搞钱，退婚！我那未婚妻又老又丑，还是个变态。我那未婚妻又凶又泼，简直不是人。哎呀，我的头！苏老弟，醒了。昨天咱们吐槽归吐槽，但现实的问题还没解决。
百货楼虽然日进斗金，但距离30万两还有不小的缺口。咱们那2个极品未婚妻，随时可能把咱们拉进婚姻的坟墓。极品未婚夫，对，搞钱，必须加快搞钱的速度。李兄，你有什么新点子？咱们再搞个盲盒抽奖，还是双11大促？零售业的来钱速度还是太慢了。真正的暴利，从来都不是倒买倒卖，而是垄断核心科技，是建立降维打击般的制造业技美。制造业，你要去打铁还是去织布？那玩意儿周期长，回本慢，能赚几个钱？打铁，那是野蛮人才干的事。本公子要带你搞的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暗影，备马，去西山密谷，顺便通知城西官窑和兵工厂的工匠，带上最好的耐火砖和高岭土，给本公子在西山深处建一座最高规格的高炉。今天，本公子要让这大楚商界见识见识什么叫科技改变命运。管他呢，只要能赚钱，他就是造原子弹小爷爷打下手。李兄，带我飞！李兄，你到底要造什么神器啊？搞这么大阵仗？琉璃、香皂。就这，大哥，你费这么大劲，就为了造洗澡的玩意儿和破玻璃球？苏老弟，你对化学的伟力一无所知。市面上的澡豆那是洗猪的，本公子要做的是高级精油香皂，采用植物油脂与全碱进行极致的皂化反应，再加入从西域进口的极品栀子花精油。我要让京城的贵妇们洗一次澡就能香上3天3夜。至于琉璃，我要烧的不是那种充满杂质的垃圾，我要加入铅丹和石英石，提高正射率，消除气泡。我要造出一面能把连人脸上的毛都照得清清楚楚的超高清玻璃镜子。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我是你的财神爷，少废话。高炉快到了，今天第一锅香皂油脂你亲自去搅。凭什么是我啊？那里面全是猪油和草木灰，臭死了。因为你入股没出钱，你只出了那张会忽悠的嘴，所以你是劳动力。去搅。万恶的资本家，你给我等着！李兄，不行了，我的胳膊要断了。用力。皂化反应需要持续的物理搅拌来增加接触面积，要是搅不匀，做出来的香皂就会分层，到时候我就把你分层了。胳膊要断了。可以了，把这瓶栀子花精油倒进去，然后降温成型。你个蠢货，笨手笨脚的，连个瓶子都拿不稳。你凶什么凶？我这不是太累了吗？你行你来搅啊！李兄，你发什么神经？抓着我的手干嘛？你离我远点儿！我怎么了？是你自己抓我的好不好？神经病啊！本王怎么了？刚才竟觉得这臭小子眉清目秀，甚至想伸手去摸他的腰。对，一定是因为最近太累了，一定是因为被那个吃大蒜的母爷茶刺激得太深了，导致本王出现了幻觉。对，就是这样。本王绝对没有弯，绝对没有。对，一定是因为最近太累了，一定是因为被那个吃大蒜的母爷茶刺激得太深了，导致本王出现了幻觉。对，就是这样。本王绝对没有弯，绝对没有。看什么看？本公子是嫌你身上太臭了，赶紧滚去把脸洗干净。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搞得像个娘们儿唧唧的，成何体统？有病，脾气真是比翻书还快。完了，全完了。本王为了赚这30万两退婚费，起早贪黑，呕心沥血，现在钱还没赚够，连特么性取向都搞出问题了，这买卖亏大了。李兄，你看这模具。不看，你自己定。本公子要去视察高炉。李兄，这香皂好像可以脱模了。你脱，别来烦我。本公子要思考宇宙的奥秘。这神经病又抽什么风？难道是刚才我打碎了精油，他心疼钱了？真是个守财奴。公子，高炉里的琉璃浆已经彻底融化，呈现出完美的透明状。工匠们正在将其倒入平铺的锡缸中进行降温压平。走，去看看本公子的印钞机。天哪，这真的造出来了！哼，
大惊小怪，这只是玻璃极板，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叫银镜反应，利用硝酸银和还原剂的化学反应，在玻璃背面镀上一层极薄的纯银，这才是真正的镜子，而不是你们那种照出来连人畜都分不清的破铜烂铁。翻过来！这就是神仙用的镜子吗？李兄，我们发财了！这一面镜子，就算卖1万两白银，京城那些贵妇也会为了它抢破头的。我们真的发财了！他一个男人，居然亲了我！苏老板，小心！完了，本王可是大楚无敌的战神，为了搞钱退婚，竟然真的彻底歪了。本王居然对一个男人心动了，父皇，列祖列宗，儿臣不孝啊！李兄，你没事吧？可以放开我了。啊，我没事。那什么，你没事就好。本公子只是不想让你死了，没人给我干活而已。你别多想，绝对别多想。死傲娇！主子，主子！什么事慌慌张张的？主子，出大事了！宫里刚刚传出急报，皇上正在大发雷霆，甚至连太和殿的桌子都给掀了。父皇发怒，怎么回事？难道是西北边境又遭敌袭了？不是打仗，是西域。今天早朝，西域使团进贡。他们不仅在大殿之嚣张，当众拿出一块巨大无比的天然水晶，号称是天下第一神物。他们当众嘲讽我大楚地大物博，却连一块像样的透明宝石都拿不出来，嘲笑我大楚工匠皆是酒囊饭袋。什么？这帮西域蛮美居然敢跑到我们家门口来装逼！西域使臣立下赌约，若大楚拿出更透明的宝物，100万担贡品白送；若拿不出，竟要皇上割让边境3座城池当观赏费。皇上气得吐血，召集了京城所有的顶级工匠，甚至连库房里的传国玉玺都拿出来比了，但无一例外都没有那块天山水晶透明。现在整个朝堂颜面扫地，满朝文武被那几个西域麻子逼得哑口无言，皇上正准备下罪己诏呢。拿一块破天然水晶来我大楚朝堂上装逼，苏老弟，看来我们的30万两退婚费马上就要凑齐了，甚至还要多出好几座金山。李兄，你打算怎么干？怎么干？安营，立刻备车，把这面镜子给本公子包起来。今天本公子就要带着我们这工业革命的初级产物去朝堂上，把那帮西域蛮子的脸给抽肿。走，去割外国韭菜去！陛下，这便是我西域第一至宝沙漠之泪。我西域国主听闻大楚地大物博，物产丰穑，今日特将此宝献上，想与大楚的奇珍异宝比试一番。若是大楚能拿出比这沙漠之泪更纯净、更透明的宝物，我西域此次带来的100万担贡品原封不动，双手奉上。可若是大楚堂堂天朝上国，连一块像样的透明宝石都拿不出来，那就说明大楚不过是徒有虚名。我西域国主要求大楚割让西北边境的凉州、幽州、沧州3座城池，作为观赏我西域至宝的借费。放肆！区蛮夷，竟敢在太和殿上大放厥词！哼，3座城池，你做梦！真当我大楚的100万铁骑是吃素的吗？狂妄至极！陛下，臣请旨，立刻将这狂徒拉出去砍了！怎么，大楚号称礼仪之邦，难道要玩不起，输打赢要吗？
两国交锋，不斩来使。难道大楚就是靠杀使臣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吗？来人，去内务府库房，把朕的传国玉玺，把东海进贡的夜明珠，把南疆的翡翠玉雕，全都给朕搬上来。朕就不信我泱泱大楚还压不下一块破石头。哈哈哈哈！陛下，看来大楚的工匠结实些酒囊饭袋啊，连一块纯净的石头都打磨不出来。既然如此，那这3座城池的交割文书，还请陛下尽早签了吧。陛下，3座城池万不可割呀！难道我大楚真的无人了吗？谁说我大楚无人？站住！什么人竟敢擅闯太和殿？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滚开！让他进来。你是什么人？装神弄鬼！我是来教你做人的祖宗。放肆！我乃西域特使。就这，颜色发黄，说明内部含有铁离子杂质，透明度极差，里面全都是絮状的2氧化硅捏晶。最离谱的是，这中间居然还有3个气泡！这种垃圾，扔在路边狗都不看一眼。在我们盛世百货，这种橙色的石头通常是用来垫茅房的桌腿的。你居然当成个宝拿来朝堂上显摆，你们西域是穷的连裤裆都漏风了吗？你胡说八道！这是天然水晶，有杂质是正常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本事你拿出比这更透明的东西来啊！光凭一张嘴算什么本事？好啊，苏老弟，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开开眼。好嘞，李兄你就瞧好吧。诸位大人，陛下，请睁大你们的眼睛，接下来你们将见证大楚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哎呀妈呀，里面有个老妖怪！尚书大人，那是您自己啊！老夫脸上的老年斑居然有32颗，老夫的胡子里居然还夹着早上吃剩下的韭菜叶，这怎么可能照得这么清楚？天哪，我的发际居然歪了这么多年！原来我长得这么丑，难怪我新娶的第18房小妾天天给我甩脸子。神器，这绝对是上古神器呀！这是何等宝物？朕竟然能将自己看得如此真切。回陛下，此物名为琉璃明镜，乃是草民及其天地之精华，用极其复杂的工艺锻造而成，不仅毫无杂质，且能反射世间万物之真实。阿巴斯大人，现在把你那个垫桌腿的沙漠之泪拿出来，跟我的琉璃明镜比比，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透明，谁才是真正的至宝。这不可能！这一定是妖术！妖术？呵呵。苏老弟，看来一面镜子还堵不住这蛮子的嘴，把2号展品拿出来。
这是神物，这是真正的神物！想摸？你配吗？阿巴斯大人，你刚才说，若是大楚能拿出比你那破石头更透明的宝物，你带来的100万担贡品就白送给我大楚。这话还算数吗？算数！陛下英明，大楚万岁！阿巴斯大人，别这么沮丧嘛。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们的琉璃明镜和茶具，本公子是个生意人，讲究和气成财。这样吧，这面镜子和这套茶具我卖给你，如何？你真的肯卖给我？当然，不过这琉璃明镜乃是孤品，锻造工艺极其复杂，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这个价格嘛，我出钱，我出大价钱，我出10万两白银，把它们卖给我。苏老弟，有人出10万两，你想卖吗？10万两！阿巴斯大人，您是在这儿打发要饭的吗？我们家李兄为了烧制这块琉璃，可是把西山的灵气都吸干了。您知不知什么叫品牌溢价，什么叫限量版？10万两，您连买这镜子上的一粒灰尘都不配。那你想要多少？50万两，虽然贵了点儿，但我西域还是出得起的。好，我买了。不，50万两黄金。疯了！你疯了！50万两黄金，这是敲诈！大楚皇帝陛下，您就任由他胡来吗？阿巴斯使臣，此物乃是李公子的私人财产，朕虽然是天子，也不好强买强卖。你们自由交易，朕绝不干涉。既然阿巴斯大人嫌贵，那就算了。苏老弟，把镜子包起来。听说北方的匈奴单于最近刚取了新殿制，正缺一面好镜子，咱们干脆把这镜子和茶具运到北境去。50万两黄金，匈奴人砸锅卖铁也会买的。等等，我买50万两黄金，我买。爽快！来，阿巴斯大人，签字画押，白纸黑字，概不退换。要是敢赖账，大楚的100万铁骑随时去你们西域的王城喝茶。合作愉快。好！赐李公子皇家特许经营权，全权垄断，违者杀无赦。草民谢主隆恩。发了！李兄，你简直是我的神！50万两黄金啊！老娘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有了这笔钱，我还开什么百货楼？我直接退休当咸鱼啦！那个李兄，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兄弟之间的庆祝方式，你懂的。别动，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像个娘们儿？可是他是个男的，男的又怎么样？他能本王搞到50万两黄金，他能造出高压冷气，他能跟本王心意相通的在朝堂上坑人。那个吃大蒜的母夜叉苏婉是个女的，可她能干什么？她只会熏死本王。相比之下，这个苏老弟除了性别不对，其他简直完美到了极点。本王，大楚最骄傲的战神，难道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沦陷了吗？去他大爷的！反正30万两的退婚费已经足够了，等本王明天去朝堂上把那个母夜叉苏婉的婚约给退了，本王就彻底自由了。只要退了婚，本王就算背负断袖的骂名，就算被全京城的人嘲笑，就算父皇拿刀砍我，我也要把这个天才留在身边。他是男的又怎样？本王这辈子就认定这个合伙伴了。苏老弟，在呢，李兄。你说我们既然是合伙人，那以后是不是应该交流一下？交流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行了，今天你立了大功，回去收拾一下，明天本公子带你去干一件大事。大事？什么大事？
去退婚。有了这50万两黄金的底气，明天本公子非要把那份该死的赐婚圣旨砸在那个吃大蒜的母活他脸上不可。太好了，李兄，实不相瞒，我明天也要去退婚，我要把那个带着大砍刀相亲的家暴变态狂给休了。明天退婚。疯了，简直是反了天了！老王，你给朕看看暗卫刚刚送来的密报，说那个什么盛世百货开业短短几天，他们账面上的流水居然比朕大楚国库3年的赋税还要多。哎呦喂，这盛世百货的2个东家，难不成是财神爷转世？这敛财的速度简直比抢钱还快呀！抢钱？抢钱有他们快吗？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2个商贾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赚了这么多钱，若是不给朝廷纳点税，岂不是显得朕这个皇帝很不体恤民情？传旨，奴才听旨，命九皇子藩王李凡明日一早亲率500御林军查封盛世百货，把他们的账本和现银给朕全部搬到国库来，1两银子都不许留。陛下，您让藩王殿下去，他平日只知听曲斗蛐蛐，哪里懂查账啊？万一让他把事情搞砸了，你懂个屁！朕就是故意让老九去。那盛世百货背后据说有些江湖势力，若是派户部的官员去，难免会惹出非议。让老九这个出了名的纨绔去，就算事情闹大了，也是他藩王胡作非为，强取豪夺。到时候朕再下旨申斥他一顿，把钱没收进国库，这叫名利双收，懂不懂？陛下圣明，藩王殿下这口黑锅背的那是严严实实啊！完了，本王真的没救了，一闭上眼睛全是他，沦陷了，我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九皇子藩王李凡明日清晨亲率御林军查封盛世百货，彻查账目，将所有非法所得存数充公。钦此。你说什么？父皇让我去查封谁？查封盛世百货呀！殿下，这可是个肥差呀！那盛世百货富得流油，您借着查封的名义，从指缝里漏一点儿，都够您听一辈子小曲儿了。查封盛世百货，那特么是老子的产业！那500万两白银，是老子辛辛苦苦起早贪黑，连自己的色相都出卖了。虽然是被苏婉强吻，才从西域蛮子手里坑来的退婚费。现在我那贪财的亲爹，居然让我带兵去查抄我自己的店铺，这特么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是亲爹拿刀在割亲儿子的肉啊！绝对不能暴露我是幕后老板，一旦暴露，不仅钱保不住，这可是欺君之罪。儿臣领旨谢恩。老家伙，你这是在逼我！安营，现在是什么时辰？回主子，子时3刻。立刻给本王换衣服，拿上我的面具。咱们必须赶在天亮前去盛世百货把账做平。嘿嘿，50万两黄金兑换成白银就是500万两，再加上今天的零售流水38000两，发财了，发财了！老娘可以买下整个大楚的男模会所了！啊！妈呀，有刺客！是我，李兄，大半夜的你不走正门，翻窗户干嘛？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出大事了！朝廷明天一早要来查封我们。什么？我们合法经营，凭什么查封我们？凭什么？就凭我们赚的太多了。看到我们这头肥猪，朝廷怎么可能不流口水？他们随便捏造个偷税漏税的罪名，就能名正言顺的把我们洗劫一空。那怎么办？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我还要拿去退婚的。是哪个王八蛋要来查我们？是那个九皇子藩王李凡。什么？
那个吃大蒜的变态纨绔！我呸！一个吃喝嫖赌的废物，敢抢老娘的钱，他还要不要脸了？李兄，你不知道，听说那藩王不仅奇丑无比，还是个太监，看人赚钱就难受的死变态。是，苏老弟骂的对，他就是个人渣。但他明天带的是500御林军，我们打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做假账平账。对，做假账，绝对不能让那个太监把我们的钱抢走。李兄，咱们怎么做？把那50万两黄金的欠条给我混进进货单里，做成采购西域珍稀矿石预付款。只要是预付款，那就不算利润。把1楼那些卖出去的胭脂水粉全部做成损耗和试用装支出。还有，立刻派人去西山，把我们建高炉和买矿山的支出在账面上给我放大10倍，做成严重亏损的基建项目。高，实在是高！李兄，你这做假账的手段，简直比华尔街那些吸血鬼还要专业啊！账面上不仅没赚钱，反而还亏了100万两。今天那个死太监藩王来了，不仅查不到钱，还得倒贴我们安家费。你闭嘴，赶紧算，算错一笔，明天我们俩就得去天牢里吃牢饭。给本王砸门！草民苏婉叩见藩王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岁！你就是这盛世百货的掌柜。本王接到密报，说你们偷税漏税，私藏违禁物品。来人，给本王搜，把他们的现银和账本全给本王查清楚。是。殿下明鉴，草民冤枉啊！这百货楼看着红火，其实天天亏钱啊，工钱都发不出了。殿下尽管查。回王爷，这盛世百货不仅没有盈利，反而亏空了足足80万两白银。什么？亏空80万两？那他们昨天从西域使臣那里弄来的50万两黄金呢？回王爷，账目上显示用完了只有不到1000两的周转资金了。混账！你们居然敢耍本王！你当本王是傻子吗？信不信本王现在就砍了你？殿下息怒！殿下饶命啊！你干什么？撒手！殿下，草民知道殿下奉旨办差，辛苦万分。草民虽然亏本，但砸锅卖铁也绝不能让殿下空手而归啊！殿下，这是草民孝敬您的一点茶水钱。整整10万两不记名银票，全国通用。只要殿下高抬贵手，宣布我们盛世百货账目扣合法，这10万两就是殿下您私人的啦。你特么的，你个败家玩意儿！你拿老子的钱来贿赂老子！你反手就把老子的5万两拿出来送人了！殿下，您是不是嫌少？殿下，这真的是草民的棺材本了，再多1分都没有了。你要是还不满意，就把草民抓走吧。好得很，这钱本王收了。哼！传本王令，盛世百货账目清晰，合法经营，没有任何问题。恭送殿下，殿下千古。你给本王等着！吓死老娘了！不过还好，破财免灾，总算把那死太监打发走了。那10万两就当是被狗吃了。反正在李兄的假账操作下，大头保住了。你真行，拿本王的钱贿赂本王，这笔账本王迟早连本带利讨回来。
李兄，你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啊！你昨晚教我做的那套假账，真的把那个死太监樊王给糊弄过去了。不过为了保平安，我花了10万两去贿赂他，其中有5万两是你的分红。李兄，你不会怪我吧？不怪，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做得很好，破财免灾嘛。我就知道李兄你就最大气了。走，为了庆祝咱们渡过难关，我请客。咱们去西郊的庄子视察一下新场地的建设进度，顺便在那边烤全羊。好。李兄，等西郊工厂建起来，量产琉璃和香皂，大楚经济命脉就在咱们手里了。到时候咱们就是真正的财阀。苏老弟，你赚这么多钱，除了退婚，以后打算干什么？难不成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光棍怎么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等我有了钱，我就包下江南最好的画床，天天听曲儿，找10个8个红颜知己，岂不快哉？你喜欢女人？废话，我是个正常男人，不喜欢女人难道喜欢男人啊？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一厢情愿，人家是个钢铁直男，而自己却为了他完成了一盘文虾。厨子小心！李兄！是死士，杀，一个不留！李兄，你快走，我来拖住他们。本王看上的男人，什么时候轮到这群废物来伤他一根汗毛了？苏老弟，站我后面。死！这就是他的真实武力值吗？这他妈是个修仙的吧？主子，我来断后。这些死士是兵部的精锐，他们还有援军，快走！走。李兄，你受伤了，刀上有毒，这血都变黑了。一点小伤，不碍事。我的内力已经把毒逼住了。放屁！什么叫不碍事？你疯了！吸毒会死人的。别动。苏老弟，怎么了？是不是还疼？如果等退了婚，如果我是个女人，你愿不愿意娶我？你说什么？大哥，你是个男的，你问我如果你是个女人，我愿不愿意娶你？等等，难道李兄他……如果我现在拒绝他，他会不会恼羞成怒杀了我？毕竟他刚才的样子太可怕了。但是他为了保护我，连命都不要。反正我也是个女扮男装的，那我干脆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先稳住这个大粗腿子再说。只要你能帮我退了那婚事，苏老弟，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以后我赚钱养你一辈子。好，这可是你说的。大不了，本王带你私奔。京城最粗的大腿，以后就是我的提款衣了。明日朝堂，各自退婚。陛下呀，国库是真的能饿死老鼠了。
西北军的军饷已经拖欠了整整3个月，边关将士们现在连喝粥都只能数米粒了。再拨不出30万两银子，西北军营就要哗变了，陛下！放你娘的连环屁！你户部天天喊穷，昨天西域使臣赔的那些贡品呢？变现啊！你们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那些贡品都是奇珍异宝，短时间内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就算卖，也不能贱卖呀！够了，都给朕闭嘴！吵，天天就知道吵，朕养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一遇到钱的问题，个个都成了哑巴和缩头乌龟。陛下息怒，微臣倒是有个主意。之前陛下不是将护国公家的千金苏婉赐婚给藩王殿下了吗？你还有脸提那个逆子？那混账老九，自打朕下了赐婚圣旨，他不仅没凑钱，前几天还戴着个恶鬼面具，提着把80斤的大砍刀跑去西山相亲，硬生生把人家好好的相亲局变成了凶杀现场。现在全京城都在传朕的九皇子是个变态杀人狂。陛下说的是啊，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护国公家的苏婉小姐，传闻中力拔垂杨鲁，满脸马子，嘴角长黑毛，不仅一顿吃3大碗饭，相亲那天还生吃了3头大蒜，这等极品母夜叉，倒也情有可原。放肆！岂容你们在此非议重臣家眷？九皇子藩王殿下见！儿臣李凡参见父皇。老九，你这是干什么？你这车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儿臣听说户部尚书刚才哭穷，说西北军饷缺30万两白银，开箱。金子，全都是金子！父皇，这里是整整50万两黄金，折合大储白银500万两。500万两！老九，你去把西域国主的祖坟给刨了！西域蛮子敢在朝堂上撒野，儿臣不过是顺手跟他们做了笔小生意，赚了点零花钱。这50万两黄金，儿臣今天带资进祖，全部捐给国库。全捐了？但是儿臣只有一个条件。你讲，别说一个条件，就算你要朕把龙椅借你做2天，朕都答应你。钱我出了，30万两军饷我给你凑齐了，所以我要退婚。那个长得像座肉山，嘴角长着带毛黑底，还特么生吃3大头独头蒜的极品母夜叉苏婉，本王就是出家去当和尚，就是去街头要饭，也绝对坚决死都不会娶她。恳请父皇收回成命，废除赐婚圣旨。好，老九有骨气，那朕就收回成命。你与护国公之女苏婉的婚约，就此做。慢着！我的老天爷，难道是西域又送和亲公主来了？不对啊，这明明是我大楚的服饰。陛下，这是整整100万两，大储钱庄的不记名银票。这钱，本小姐出了，因为这婚，本小姐也不结。就凭她，一个天天在青楼里混吃等死，身体早就被酒色掏空了的软脚虾，穿着一身破烂黑铁皮，戴着个绿毛龟面具，想娶老娘，她做她的春秋大梦去吧。陛下，这活阎王，老娘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休了他。你是苏婉？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护国公嫡女苏婉。栀子花香，是他。苏老弟，李兄，既然你们二人郎无情妾不义，甚至到了水火不容、互相仇恨的地步，那朕若是强行将你凑在一起，岂不是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哈哈哈哈哈！好，这退婚费朕收下了。朕现在就宣布，九皇子李凡与护国公之女苏婉的婚约正式作废。慢着，不行！怎么，你们又反悔了？钱都已经入国库了，概不退还啊？不是钱的事，这婚我不退了，打死我也不退了。儿臣生是婉婉的人，死是婉婉的死人。今天谁要是敢把婉婉从我身边带走，本王就提着80斤的大砍刀，把他全家给劈了。你个死变态，放手！老娘的100万两休书钱都交了。哎呦呦，疼！哎呦，好，媳妇儿轻点儿，给留点面子。好得很。这退婚费和修夫费，既然交了，那就算入国库了。但这感情嘛，既然你们二人已经深入交流，情投意合，事情就这么定了，甚至到了非君不嫁、非亲不娶的地步。朕宣布，赐婚圣旨即刻恢复。凡王李凡、护国公之女苏婉天作之合，并钦天监则最近之吉日，下个月初8。谢父皇隆恩。媳妇儿，咱们这算不算是奉旨发财，公费恋爱？我的600万两啊！李凡，你个狗东西！